退伍老兵敏锐地观察到站台上的男人有点不太对劲，只见他打完电话后，拔出电话卡扔进垃圾桶，然后鬼鬼祟祟地张望四周后才走上列车。起初巴德并没有在意，但列车开出没多久，他又发现乘务员表现出异样的神色。女人小心翼翼敲了敲厕所门，见里面没有反应，便神情紧张地走向列车尾部。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巴德，这里一定有大事发生。他连忙安顿好孩子，然后主动找到乘务员，在亮明自己的警察身份后，他才得知厕所里很可能躲着一枚自杀式人弹。虽然乘务员告诉他反恐特警已经在下一站蹲守，但身经百战的巴德很清楚，一旦嫌犯感觉到列车停靠，他就会立刻冲出车厢引爆炸弹。为了避免事态恶化，巴德指挥乘务员远程开锁，接着就准备直接冲进去制服嫌犯。可不料刚一抬腿，男人竟然主动走出了厕所，而他的身上也并没有炸弹。在告知乘务员威胁解除后，巴德回到厕所排查炸弹痕迹，却没想到一推开门，原来真的藏着一枚人弹。女人显然已经被丈夫洗脑，无论巴德如何安抚，她的情绪始终都无法冷静。看样子女人是被迫训导，并不想真的引爆炸弹。于是巴德再次尝试和她聊天，还给她看了自己的一对儿女。果然看到孩子的照片，女人脸上出现一丝松动。紧接着巴德告诉她，自己也曾经上过阿富汗战场，深知平民在政治中的无辜，他们都不应该为了那些满嘴谎言的政客去牺牲自己的生命。终于在巴德的努力安抚下，女人情绪逐渐稳定，还同意他给乘务员打电话，紧急疏散相邻车厢内的乘客，并转告特警，表示女人愿意配合谈判。然而等列车缓缓驶入废弃车站后，特警却全副武装直接冲上了车，还安排了狙击手在相邻车台就位。原来他们并不打算和女人谈判，反而准备直接一枪击毙人弹。巴德见状连忙用身体做掩护，请求他们不要开枪，因为女人已经同意投降，他不希望再搭上一条无辜的生命。但显然特警只想简单了事，不断催促巴德赶紧让开。由于双方始终僵持不下，女人变得越发紧张。No shot. All right, don't shoot. Don't shoot. 特警知道自己手中武器的威力，一时之间竟不敢开枪。狙击手也因为二人不停转圈而始终无法瞄准，最终特警只能派来拆弹专家为女人卸下身上的炸弹背心。一场灾难性的恐怖袭击被巴德兵不血刃的化解。妻子得知情况，竟意外的给了一个平安归来的拥抱，还破天荒的让他留下谈心。巴德天真的以为这是妻子释放和好的信号，却没想到原来一切都是自己一厢情愿。面对他的试图接近，妻子再一次厌恶的躲到一边。Sorry. I'm a fucking idiot. I'm sorry. 巴德只能狼狈逃离这个本该属于自己的家，没过多久便消失在伦敦冰冷的夜色里。因为在当兵期间被派往中东战场，巴德见到太多士兵战死异乡，虽然自己侥幸重伤归来，却也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难以磨灭的精神折磨使他的婚姻支离破碎。但讽刺的是，第二天回到警局，巴德就因化解恐怖袭击有功，被提拔为内政大臣茱莉亚的贴身保镖。这个女人是激进的好战分子，多次投票支持在中东的军事行动。虽然痛恨她的政治行为，可巴德还是换上一身职业套装，准时来到新岗位报道。因为对他们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退伍老兵来说，能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实属不易。秉持着保镖的专业素养，巴德打起12分精神，关注着茱莉亚身边一切可疑动向，并在她下班路上通过专业的道路风险评估向司机提出改道建议。但这却让茱莉亚心生不满，认为巴德耽误了她的时间。 My job's to keep you safe, Mom. I won't tell you how to do yours. No, but you'll have to make it harder. 面对女人的无理回复，巴德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到了茱莉亚的住所，他依然坚持让她在门口等待，自己则按照标准流程细致排查房间每一个角落，这让常年身居高位的政客忍无可忍。 Seriously, I'm expecting a colleague and I need you to fuck off. No offense. None taken. 发泄完后，茱莉亚再次埋头工作，可这时她却从恐袭报告中看到巴德的名字。万万没想到，原来眼前的扑克脸就是当天的反恐英雄。她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敬意，于是主动放下身段，为先前的无理行为表达歉意。 As you wish, Mum. No, really, I've been a total cow. All is forgiven. 二人的关系逐渐缓和。回到家后，巴德很想找妻子分享工作进展，却没想到对面根本不感兴趣，直接冷冰冰地挂断了电话。他只能以看望孩子的名义，在次日一早找到妻子，本想告诉他自己的情况日益好转，希望可以修复支离破碎的婚姻，但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孩子根本就不在家里，而妻子昨晚之所以不接电话，是正在连夜为他的帽子染色。 You farm our kids out so you can have your night together. They're with their school friends. They've had a lovely time. Or do they know? They think that he's a friend. Oh. 巴德意识到妻子已经彻底放弃了这段婚姻，他只能强忍着悲痛，告诉她先别离婚。 In case anything happens to me at work, you'll still get the pension if we're legally married. 巴德带着满心落寞离开，仿佛生命都失去了色彩。想到生活被那些无耻政客所毁，他的内心总有大干一场的冲动，但理智却时刻提醒着他，家里还有2个孩子需要供养。正在心烦意乱之际，小助理带着咖啡匆匆赶来，不料竟一时失手，将满满一杯咖啡泼在茱莉亚身上。可他却没有补救，反而还处在原地笑个不停。眼看老板即将上电视演讲，他却拒绝借出自己的干净衬衣。 It'll never fit. For God's sake.
Give it yours then. I don't wear blouses, do I? 面对这样的窘境，巴德实在没办法坐视不理，于是脱下自己的全新衬衣，递给茱莉亚应急。如此男友力爆棚的行为，让素来高傲的女政客都为他侧目。可茱莉亚不知道的是，巴德对于他的主战派理论，内心始终藏着深深的愤怒，因为自己就是他们政治行为的牺牲品。晚上，巴德来到战后创伤互助会，这里都是被政客送上战场的可怜人。受伤归来后，因为严重的应激障碍，他们很难找到一份普通人的工作。好兄弟巴脸本想和巴德叙酒，可得知他当了警察，甚至在保护那些毁了他们生活的无耻政客，一时之间愤怒不已。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You're protecting those wankers. You turn up after all this time and tell me this shit. Stay up there. You got a fucking nerve, mate. 巴德无言以对，毕竟他还需要这份工作来供养家里的2个孩子。第二天上班，巴德突然接到紧急通知，让他火速上楼处理突发状况。他迅速解枪准备干一场硬仗，但没想到只是虚惊一场，原来是昨天犯错的小助理被辞退，正在大吵大闹问候茱莉亚全家。巴德礼貌地将他请离，一路贴身随行送到大门口。只是没想到前来接他的座驾竟然是一辆价值100万的大陆。很显然，小助理的身份并不简单。不过来不及细想，巴德转头看到老板又遇到了麻烦。由于他近期在政坛的表现过于活跃，对前夫哥竞争首相之位产生了威胁，对方正在咄咄逼人地警告他安分守己。巴德为了安全起见，请他们进室内再谈。可不料前夫傲慢无比，直接开口大骂巴德为猴子。 I'm mixed race. 前夫瞬间傻眼，因为在英国，政客骂混血为猴子有种族歧视的嫌疑，他只能灰溜溜地放走前妻，赶紧打电话向上级报备。 Are you? Biracial. No, mother. 茱莉亚嘴角微翘，对这个新来的保镖越发满意。但此时巴德却顾不上这些，他正在为儿子的阅读障碍症苦恼。一路上，妻子多次打来电话，可出于工作的关系，巴德并没有接听。 I think you better answer that before it drives us all up the wall. Apologies, Mum. 刚接起电话，对面就传来妻子劈头盖脸的抱怨，因为儿子被特殊学校拒绝，他必须尽快想办法另外找间学校。可他一个小保镖能有什么办法？正在苦恼之际，殊不知后座的茱莉亚已经记在了心里。然而等他回到市政大楼，却从国安部长的汇报中得知，一伙恐怖分子正准备袭击巴德孩子的学校。就目前的推测来看，这很可能是对巴德阻止火车恐袭案的报复。伦敦警局接到线报，迅速出动特警对恐怖分子进行跟踪，可追到半路，他们的行踪就被对方发现。于是恐怖分子开着白色货车，突然加速直挺挺地冲孩子们撞去，眼看一场惨剧即将发生。这时得到线报的特警驾车赶来。逼停货车后，3名警察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，不料却见到诡异的一幕。很快，茱莉亚便收到情报，2名嫌犯和3名警察当场归西，而袭击的目标正是巴德孩子所在的西斯岸小学。听到学生和老师没有伤亡，茱莉亚总算松一口气，立即准备前往和首相的危机应对会议，同时下令将威胁等级提升为严重。出于私人情谊，他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巴德。虽然诧异为什么茱莉亚会知道自己的家人，但巴德还是礼貌性表达了感谢。由于不确定是否会有下一次报复性袭击，上级把他的家人转移到安全屋，同时为了不给内政大臣带来威胁，巴德也被调回警局担任文职。 Oh, come on, Mum. I'm not the one who's fucked up here. They're the ones that should get punished. This isn't a punishment, David. 巴德很愤怒，明明自己是化解恐袭的功臣，却被当成安全隐患，受到不公平的变相降职。本想在回家后能得到家人的一丝宽慰，可妻子却一如既往的没给好脸色，甚至还责怪他连累了孩子。事业受挫加上家人的不理解，让本就患有应激创伤的巴德烦躁不已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同一时间的茱莉亚也在会议上大发雷霆，怒斥警方无能，对嫌犯的调查迟迟没有眉目，还将唯一一个真正阻止过恐袭的警官从他的保护团队中调走。不久后，巴德收到好消息，儿子拿到了特殊学校录取通知书，而自己也官复原职，被调回了茱莉亚身边。 It's good to have you back, P.S. Bud. Thank you, Mum. 鉴于英国日益严峻的社会局势，首相召集内阁大臣召开高层会议。可就在开完会后，茱莉亚在返程途中遭遇狙击手袭击。看到司机被一枪爆头，巴德赶紧俯身操控汽车急停。定睛一看，这才意识到袭击的人是个高手，因为每一枪都精准命中玻璃上同一位置。尽管汽车安装了钢化防弹玻璃，可这样打下去迟早会破。于是巴德赶紧让茱莉亚躲到车窗下方，利用车身的防弹钢板阻挡子弹。接着他紧急呼叫总部，请求即刻派出武装支援。得知对方将在2分钟后抵达现场，他一边在原地等待支援，一边努力安抚惊慌失措的茱莉亚。 You're doing really well, Mum. Doing great. 当外面沉重的子弹还在不断击打车身，一直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事。眼看2分钟时间已过，特警依然迟迟未到，巴德只能从后座钻出车外。在确认四周没有恐怖分子后，他掏出手机冒险拍照，放大后成功找到狙击手位置。他马上向总部汇报情况，同时确认支援部队是否赶到。得到的答案却是还需要2分钟。
You already said 2 minutes. 巴德意识到警方靠不住，于是果断采取自救行动，把司机尸体搬下车后，他顶着子弹冒险倒车，一路开到狙击手楼下，最后原地漂移进入视线盲区，接着让同事保护茱莉亚，自己则端起武器去找狙击手。在保安的指引下，巴德成功到达顶层。然而在看到狙击手的那一刻，他却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原来幕后真凶竟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巴脸。可没等他细问，巴脸就直接掏出了枪。Don't! 由于遭遇袭击，茱莉亚住进了安全屋。她意识到白天警方支援迟迟不到，背后一定有反恐怖高层指使。没想到除了外部的武装威胁，在市政厅内部也有人想要她死。感受到政坛的残酷无情，她全身颤抖，打翻了酒杯。巴德想要上前帮忙，慌乱中差点碰到茱莉亚的手，他整个人瞬间石化。尴尬的氛围在二人之间蔓延，最后还是茱莉亚率先开口。You're allowed to touch it. 此时她不再是手段强硬的女政客，而是脆弱无助的小女人。眼前的男人沉稳而可靠，给了她无限的安全感。压抑许久的巴德也抛开顾虑，决定任性的放纵一回。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勾心斗角的政坛阴谋。激情一夜过后，茱莉亚再次恢复干练模样，并借自己预习的话题，强调推行调查权法案的重要性。眼看这个女人如此野心勃勃，内政副部长老麦瞬间联想到近期传言，恐怕他的卖力宣传正是为了冲击下一届首相之位。于是立刻拨通反恐负责人安妮的电话。下一秒，巴德便被2位警厅上司叫回办公室，要求他充当茱莉亚身边的卧底。因为内政部与国安部的私下接触日益频繁，他们将茱莉亚认定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危险政客，因此他们会提供监听设备，让巴德对其进行监控。然而混迹警厅多年的巴德又怎会不明白，这只是高层之间权力斗争的托词而已。他不想卷入政客间的勾心斗角，更不愿意背叛刚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女人。 Is that lawful, Mum? I've got my duties as a PPO. I'd rather stick to those, Mum. 然而安妮却告诉他一个重磅消息，在小学恐袭案中，茱莉亚其实早就知道你的孩子是嫌犯目标，原本说一句话就可以阻止爆炸发生，可她却选择袖手旁观，置你的孩子于危险之中。巴德很震惊，难道自己真的只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？隔天一早，他听见茱莉亚房中有客人造访，于是迅速拿出安妮提供的窃听设备，对这个刚和自己度过激情一夜的女人实施监听。来人正是国安部长，他正在汇报前天刺杀案的调查进展，并认为泄露茱莉亚行程的人就来自警局。很显然，几个部门间的内斗已经进入白热化。另外，巴德还发现茱莉亚正在和国安部共同密谋某项计划。 In consequence, we need to establish the most secure means of getting the material to you. Not by the office. Leave it with me. 身为一个单纯的小保镖，却被迫卷入权力斗争的政治中心，巴德一时之间难以适从，但他还是努力保持着云淡风轻。 Sleep well? Yes, Mum. You? Yes, thank you. 然而，在权力中心浸润多年的女政客，显然对驾驭彼此间的关系更加游刃有余。下了电梯后，她突然提出要去洗手间，而此时女安保队员已经下班，巴德只能亲自前去清场。在完成检查后，茱莉亚直接上前给了一个壁咚。正当巴德准备微笑回应时，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I know you'll never let anything bad happen to me. 难道他已经发现了什么？巴德越发看不懂眼前这个复杂的女人。随后回到警局，上司立刻要求他汇报监听情况。他本想蒙混过关，不料对方却很清楚茱莉亚在早上会见过国安部长。巴德只能谎称自己在洗澡没有监听到，可上级却搬出他的家人作为威胁，这让他不得不审时度势，乖乖配合。 I'll be sure to record the Home Secretary's next meeting. 当晚下班后，茱莉亚察觉到他的异样。 Is anything the matter? No. You're sure? 经不住对方多次盘问，巴德最终还是问出了心中疑惑：茱莉亚是否早就知道自己孩子的学校就是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？ I'm tired. I've got a shitload of work to do. Thank you, Sergeant. Have a good evening. 看见茱莉亚闪烁其词的回应，巴德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刚回到房间，他就听见对面又有神秘人到访。来人交给茱莉亚一个平板，并叮嘱里面的文件只能在限定时间阅读。巴德趁男人离开时叫住了他，以例行公事为由询问对方身份。来人并没有隐瞒，直接报出了自己的名字理查德。可就在第二天，巴德尝试在系统里查询男人信息，却发现根本查无此人，而背后的谜团恐怕只能通过查看平板才知晓了。当天夜里，他趁茱莉亚睡着后悄悄找到平板，这才发现里面藏着一个足以掀翻英国政坛的政治机密。原来平板来自国安部长老登，上面详细记录了现任首相的全部黑料。资料显示，他不但酗酒吸毒，甚至还侵犯多名未成年女孩。如果将这份文件公之于众，必然会引发英国政坛的全面洗牌。虽然对资料内容震惊不已，可茱莉亚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布出去，反而在第二天照常召开恐袭会议。只是本该主导调查的反恐部却被他排除在外。取而代之的国安部长老登认为，警方内部很可能存在内奸，因为狙击手清楚地知道内政大臣所有私密行程，并且他们还从恐怖分子的手机中发现巴德家人的信息。内政副部长老麦试图帮盟友辩解，却被老登和茱莉亚共同驳回。而会议过后，二人更是单独开启了小会，讨论内容正是昨晚神秘人提供的平板。 I feel it's my duty as a public servant to take action. There's advantage in moving quickly. I'm in a position to notify you of the most apposite timing. Thank you, Stephen. 然而在老登离开后，茱莉亚却不动声色地开始自己的计划。
在一天夜里，他刻意避开所有安保，只通知巴德一人带他秘密出城，而出行的目的地正是首相别墅。但尽管已经尽可能隐匿，他私下面见首相的事还是很快传开，各方势力得知消息，一时之间都坐立难安。为茱莉亚提供黑料的国安部长大发雷霆，认为他严重破坏了二人之间的合作协议。内政副部长老麦也紧急面见茱莉亚的党边前夫，准备在重新洗牌前采取必要措施。所有人都推测茱莉亚与首相达成了某种协议，只是谁都不知道他们那晚的谈话内容。为了掌握监听情况，巴德被警厅上司召回警局，但他只交代了有神秘访客移交平板，却对里面的秘密守口如瓶，这样他才能在保护家人的同时，又不至于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。与此同时，茱莉亚为了推动由自己发起的调查权法案，在议会论坛日益活跃，这项法案为他赢得下议院的支持，成为竞争首相之位的有力筹码。然而因涉嫌窥探公民隐私，他的网络支持率却大幅下降。于是茱莉亚决定前往大学演讲，以争取获得更多国民选票。只是民间的反对浪潮远超他的想象，前往大学的路上到处都是抗议的人群，巴德一路贴身保护，才让茱莉亚免遭流弹袭击。很快观众便陆续进场，安保队员也完成了安全检查。巴德进入休息室告知一切准备就绪，可这时茱莉亚却不急着上台，反而解释起巴德先前的顾虑。之所以没有提前告知学校恐袭事件，是因为他也不确定线报是否属实，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，他才向所有人都封锁了消息。但他已经派警方到学校附近加强防守，这也是当时支援部队能迅速赶到的原因。巴德虽然解开了心结，却并没有说什么，但茱莉亚紧接着又拉住他的手。 I want you right beside me. Not because it's your job, but because it's our choice. 突如其来的表白让巴德感动不已，他在心中暗下决定，此生必将豁出性命护他周全。因此在接下来的演讲过程中，他更仔细地关注会场众人一举一动。突然发现门外有个可疑身影闪过，于是连忙出去排查威胁，这才看到助理胡子哥慌慌张张地站在门口。原来他接到内政顾问罗布的电话，得知在茱莉亚的演讲稿里有一个重大错误，他必须马上进去更换稿件。巴德对政客的文字游戏不感兴趣，但还是谨慎地要求对方打开手提箱，确认里面的确只有一沓文件才放心。等他回到会场，助理胡子哥已经来到茱莉亚身边。这时女安保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巴德也紧跟着冲了过去。在剧烈的爆炸过后，巴德挣扎着从废墟中爬起，虽然自己穿着防弹衣躲过一劫，可身处炸弹中心的茱莉亚就没这么幸运。看着满身尘土和血污的秘密情人，他只能在心中无助的呐喊。来到医院，他焦急地等待着抢救结果，可这时茱莉亚的党边前夫却闻讯赶来，将一切责任都归咎到他这个保镖身上。巴德有口难辩，还被当作外人请离医院。刚回到公寓门口，就遇到爆炸案的调查女警，对方声称要对所有相关人员例行搜查。 Shoot anything to help him. 警方对巴德家里进行了全面搜查，接着把他带到警局例行问话。警长迪克表示，从现场的证据来看，炸弹最有可能藏在助理胡子哥的公文包里，这让巴德很困惑。自己明明亲眼所见，里面只有一沓文件而已，而演讲现场也事先经过警方严密搜查。那么炸弹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会场？想不明白的他，只能失魂落魄地回到妻子所在的安全屋。 Why couldn't you just let me know you were okay? Because I'm not. 带着对茱莉亚的满心担忧，巴德已经想到最坏的打算。他把孩子托付给妻子的新男友，然后默默回到医院彻夜守候。可最终医生的一句节哀顺变，还是击碎了他心中最后一丝侥幸。自从退伍以后，巴德深受战后应激创伤困扰，而妻子不但和他长期分居，还找了新的男友。茱莉亚的出现和陪伴，成了他黑暗人生中唯一的光。可自己作为他的贴身保镖，却没有守护好他。巴德没办法原谅自己，他回到公寓，拿出藏好的手枪，分别给妻子和儿女留下遗书后，万念俱灰地扣动了扳机。 妻子察觉到异样，连忙跑来公寓查看巴德的情况。然而打开门的瞬间，他顿时愣在原地，脑袋上的黄铜碎片和触目惊心的伤口，都说明这个男人做了傻事。Dave, you shot yourself. Not quite. It was a blank round. Well, why did you use a blank? Didn't know it was. 巴德自己也很疑惑，手枪里的子弹不知何时被换成了空包弹。这个公寓除了自己以外，理应只有例行搜查的女警罗斯来过，但警方不会和他开这种玩笑。究竟是谁这么不想他死？眼看巴德这副想不开的模样，妻子只能推掉和新男友的约会，把他接回家里和孩子们团聚。Dad, what's wrong? Nothing, I just need a hug. Dad, are you alright? I just did something silly today. Wearing the hat? That too. 抱着两个可爱的孩子，巴德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也为自己先前的冲动而愧疚不已。他怎么能让两个孩子失去爸爸？为了陪伴孩子长大，也为了查出幕后真凶，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。然而现在的问题是，究竟是谁谋杀了身居要职的内政大臣？从明面上看，茱莉亚作为手段强硬的女政客，几乎把政坛的多方势力都得罪了一遍。首先是因调查恐袭不力，被他日益边缘化的警厅反恐负责人安妮；其次是提供首相黑料，却被他擅自利用的国安局老登；再次是他曾经的前夫，如今的政坛对手党边罗杰；最后甚至是被他手握黑料，威胁到政治生涯的现任首相。每个人都有想让他死的动机，并且每个人都身居高位。巴德作为一名小警察，也只能从手握的线索慢慢查起。
通过询问医生，他得知前夫罗杰在茱莉亚手术当晚急着寻找某件私人物品，而能让他如此紧张不安的，必然是茱莉亚手中的手相黑料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巴德单枪匹马闯入罗杰的选民见面会，开门见山问他在找什么东西。虽然在巴德面前，老狐狸故作镇定，并没有透露半个字，但实际上内心已经慌得一匹。他随后便立即找到内政副部长老麦，表示巴德已经知道黑料的事。How the hell should I know? All we've got is what the PM's told us, not the whole story either, knowing how he rolls. 很显然，二人作为首相的忠实党羽，只是听令办事拿回黑料。至于他们与刺杀案的关系，很快随着警方发现的新线索明朗起来。在议会大厦的监控中，清楚拍到嫌疑公文包来自内政顾问罗布，而他正是老麦的心腹。得知自己被警方怀疑，他已经自乱阵脚。再看到罗杰找老麦紧张的谈话，更是彻底绷不住了。于是，在警方例行问话时，直接乖乖供出自己知道的一切。原来，为了阻止茱莉亚竞争首相之位，党鞭罗杰设计让他当众出丑。可他们所做的事，也只是在茱莉亚的演讲稿中加上不准确材料罢了。之所以在最后时刻才把手提箱交给胡子哥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没时间检查内容。但对于炸弹的事，他们却一无所知。It was all about the politics.We're politicians, we're not murderers. 从罗布的眼神中，巴德看出他并没有说谎。既然不是政敌捅刀，那么眼下最值得追查的线索，便是茱莉亚手中的手相黑料。于是巴德回到他居住的酒店，对提供黑料的神秘人理查德展开调查。然而调取监控时才发现，录像被人动了手脚，但凡理查德出现的画面全部都被抹去。而凑巧的是，茱莉亚遇袭的大学监控同样也被抹去1小时。能做到这件事的除了警方，就只有国安局特工。很快，警方对大学爆炸案的调查也有了新线索。炸弹并非来自公文包，而是事先安装在演讲台下，只是装置被装在密封容器里，因此才躲过警犬搜查。引爆装置必须有2人以上的重力激活，这也是胡子哥被叫上后台的原因。而炸弹的结构与火车恐袭案高度相似，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。于是警方再次提审了奈迪亚，并让巴德参与陪审以松懈他的防备。果然看到救命恩人，奈迪亚表现出十足的配合。他坦白炸弹来自自己的丈夫，但并不清楚丈夫的炸弹是从哪里获取，只知道他曾经秘密会见一个男人。然而在看完警方提供的画像后，奈迪亚却表示从未见过上面的嫌疑人。可见无论是巴脸还是胡子哥，都不是制造炸弹的幕后元凶。眼看线索就要中断，巴德突然拿出理查德的电子画像，不料奈迪亚瞬间眼神飘忽，紧张不已。在巴德的不断追问下，她连连点头，承认丈夫所见之人正是理查德。如果她的证词属实，那么刺杀茱莉亚元凶必然有国安局一份。然而按照指认流程，电子画像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，如果要给国安局定罪，还必须找到其他更有力证据。然而无论是从警方系统还是车牌登记，都无法查到关于理查德的任何信息。无奈之下，巴德只能向安妮坦白手相黑料的线索，并推测国安局很可能为了掩盖罪行，在背后不断阻碍调查进展。只是他的紧咬不放，很快引起国安部长老登忌惮，再加上得力手下理查德也暴露在人前，使他越发坐立不安。 How could you let him get one over on you? No, it's the other way around. 果然，下一秒，总警司洛林就将巴德叫进办公室，表示自己接到举报，称他和茱莉亚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。为了维护警局的声誉，他将巴德暂时停职。巴德立马意识到，这又是国安局在背后搞鬼，眼看就要接近真相，他又怎么可能放弃调查 ？David, you've been through a lot. Take time off. Stop ruffling feathers. Then maybe I can make this go away. They want me to go away. 面对巴德的强烈抗议，洛林并没有理会，反而让下属立即监督，强行收缴了他的证件。这样一来，巴德便彻底陷入被动，甚至随时可能遭到报复。为了提醒妻子多加防范，巴德主动坦白了自己的婚外情。然而妻子却没有感到丝毫意外，因为早在昨天就有人告诉了他这个消息，而来人正是理查德。但他的目的却并不是传递八卦这么简单，而是为了通过巴德找回茱莉亚手中的手相黑料。由此可见，平板正是拿捏国安局的关键性证据。当天夜里，巴德便悄悄潜入茱莉亚家，并在一个相框背后成功找到藏在里面的平板。可他并没有交给警方，只是把理查德找过妻子的事告诉了罗斯，以便他调取医院监控，看看是否能查到什么线索。恰好这时，警方对于巴脸的调查也有新发现。巴脸作为一名爆破专家，却不在警方的监控名单上，很显然又是有人从中作梗，刻意隐藏了他的资料。而更可疑的是，警方对他的枪支来源也没有任何记录。巴德这才意识到，很可能黑市的军火贩卖商也牵涉其中，于是找到地下黑市的朋友，用自己的手枪作为诱饵，让他弄一把巴脸同款狙击步枪。不料这番钓鱼行动，却让他差点搭上性命。第二天，巴德正在咖啡店里整理思路，突然因做错事而被辞退的小助理出现在眼前。只见他全身珠光宝气，显然丝毫没有受到辞退影响。而更奇怪的是，二人明明只共事几天而已，可小助理却表现得异常热情，不但问巴德要去了电话，还表示想请他日后喝一杯。这让敏锐的巴德瞬间意识到不对劲，追出去一看，果然对方步履匆匆，而接他的大路虎正停在门口。很明显，二人的相遇并不是巧合。巴德拍下照片，经过调查才得知，男人竟是黑帮大佬卢克，经营一家大型犯罪集团。听到这些，巴德突然有了新灵感。之前自己的调查重点一直都集中在茱莉亚身边的政坛同僚，却忽略了他所推行的调查权法案对犯罪分子带来的巨大威胁。比起玩弄文字游戏的堂堂政客，黑帮的犯罪团伙更容易犯下杀人罪行。No such thing as coincidences.
但还有一件事让他疑惑不解，那就是为什么小助理会找上自己。为了看看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巴德决定以身犯险。他接受小助理的邀约，来到一家地下酒吧，本想从他口中套一点话，可没想到才刚聊上2句，黑老大卢克就主动出来兑现，不但大方承认自己为巴脸提供了狙击步枪，还清楚的知道巴德手枪里被换成空包弹。 You swapped in the blanks. 巴德被打晕，关进小黑屋。就在同一时间，警方收到广场狙击案的新线索。资料显示，巴脸曾上过阿富汗战场，而他的昔日战友正是巴德。更糟糕的是，警方还扒出他在深夜潜入茱莉亚住所。如此一来，突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巴德。 There's been an inside man all along. The fucker has played me since day one. Played us all. We're going to be the ones to bring him in. 然而此时，浑然不知的巴德刚刚从昏迷中醒来，就发现自己被穿上了炸弹背心，稍一松手就会立刻引爆，并且整个背心连接处都有触发装置。巴德看了一圈就知道自己无法拆除，于是赶紧拦下一名路人报警。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通缉犯，直到被全副武装的特警团包围，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。巴德试图解释自己被人阴了，可周围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说辞。 Final warning, raise your hands. Pull back! 身上的炸弹背心让巴德百口莫辩，一瞬间，他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恐怖分子。为了确保周围建筑和市民的安全，巴德在特警的监视下缓缓移动，直到转移至一片空旷区域，才拿到对讲机与上司洛林通话。然而上司一心认定他是恐怖分子，还作为巴脸的同党刺杀了茱莉亚。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Julia's assassination, nothing. I tried to save her. David, you betrayed everyone's trust. We won't be fooled again. I'm telling the truth. 可是上司却充耳不闻，直接将指挥权交给了反恐部。就在妻子被带到现场的同时，总指挥部下达了击毙指令。 Received. 眼看特警开始推到警戒线外，巴德意识到他们要对自己动手。 I'm innocent, please. You're killing me. 然而现场没人听他解释，只留下巴德一人无助地站在原地。关键时刻，妻子突然不顾阻拦冲了过去。虽然二人因为种种原因早已分居，但他依然相信巴德是无辜的。由于平民进入爆炸范围，指挥部只能取消击毙命令，而巴德也终于有了一个说出真相的机会。他告诉警厅总督察迪克，自己已经找到茱莉亚藏起来的手相黑料，接着便刻意大声说出了平板位置。然而刚一说完，他就悄悄做出一个转换频道的手势，然后压低声音告诉迪克不要理会自己刚才所说的位置，只要派人到公寓门口守着即可。因为他知道国安局正在监听，所以故意谎报位置引对方入局。而他猜的果然没错，国安部长老登在监控室听到平板位置，便第一时间通知了理查德。当他看到巴德随后的手势，即使意识到不妙，却也为时已晚。此时理查德已经赶到巴德的公寓，就在他迫不及待推开头顶灯泡时，即使是国安局的顶级特工，在辣椒水面前也只有酸爽的份。在巴德的安排下，警方成功瓮中捉鳖，这时他才松一口气，放心的带领众人回到公寓，让妻子根据自己提示的真正位置，挖出足以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。存有黑料的平板说明国安局牵涉其中，而被偷换的空包弹上则留有黑帮的指纹。最后，巴德提醒迪克，自己身上的炸弹背心同样也是重要证据，可以用来追查炸弹的制造者，从而阻止更多恐怖袭击。 He's bargaining, boss. He's playing you. Or he's giving us a chance to crack this case. 虽然迪克赞同巴德的想法，可由于他身上的装置引爆风险极高，拆弹专家只能用机器人远程操控，指挥他自己动手。巴德一边惊心动魄地拆除炸弹，一边询问理查德的审问情况，却没想到在此时的市政大楼，一场政客间的阴谋正在激情上演。国安部长老登在联合茱莉亚发动政变失败后，已经迅速倒戈投靠首相，与新任内政部长老麦达成统一战线，准备让巴德成为替罪羔羊，草草了结茱莉亚的刺杀案。而理查德也在他的运作下获得释放。反恐部安妮敏锐地察觉到，二人之间已经达成协议，但他并不愿意就此妥协。 A woman was murdered. A crime was committed. My officers will investigate. 很快，迪克便收到通知，法院已经下令释放理查德。他把消息坦率地告诉巴德。 Is that it? They just got away with it scot-free. 在场众人无言以对，可巴德却在心里下定某种决心。 I'm going to cut the second wire. I'll be honest with you, as far back as possible. 就在特警全部走远后，巴德怀着忐忑的心情剪断最后一根电线。很幸运，炸弹并没有引爆。突然，他趁众人不备，翻墙逃走。原来他要亲自揪出与卢克勾结的内奸，这是证明自己清白的唯一方式。巴德胁迫小助理带路，跟踪卢克到与内奸的接头地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总警司洛林。原来害死茱莉亚并陷害自己的，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。巴德愤怒地冲上前。 On your knees, hands in your head! Are you fucking Joe? 眼看巴德不要命的样子，卢克立马秒怂，只能乖乖招供，承认是自己杀了茱莉亚。 Why? Just go for business. It's nothing personal. Nothing personal. 想到茱莉亚的惨死和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，巴德恨不得马上毙了眼前这个男人。 Don't look at me!
最后他还是用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，选择了报警处理。洛林对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，长期以来，他一直收受卢克贿赂，提供警方行动的敏感情报，这才让卢克的犯罪集团始终逍遥法外。而茱莉亚不但推行调查权法案，使犯罪活动更难隐藏，还打算把警局的部分权力转移到更难贿赂的国安局，这让卢克所在的犯罪集团寝食难安，于是策划了2次刺杀行动。之所以安排巴德成为茱莉亚的贴身保镖，就是为了让他成为替罪羊。然而对于巴德孩子的小学恐袭案，洛林却表示自己毫不知情。She didn't do it. Who did? 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，在巴德拆下的炸弹背心上，警方检测到奈迪亚的指纹。原来她并不是被丈夫强迫的柔弱妇女，而是炸弹的真正制造者。在火车上，她凭借高超的演技，让巴德主动透露出2个孩子的信息。不管是火车恐袭案还是小学恐袭案，都是为了他们所谓的圣战。他把炸弹背心卖给卢克，也是为了给圣战筹措资金。之所以指认理查德，不过是为了误导警方调查而已。随着真相水落石出，那份让各方势力惶恐不安的首相黑料，最终还是被安妮公布于众。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下，首相和国安部长引咎辞职。但最后巴德还有一个疑问：泄露这份足以搅动整个英国政坛的黑料，必然不是安妮自己的决定。那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，能够下达如此重要的命令？ I couldn't possibly say. 至此，贴身保镖第1季全片结束。